你相信光吗？时到今日，恐怕应该这么问了，你还相信光吗？迪迦奥特曼的突然下架，想必大家都义愤填膺，因为这是很多人，包括我自己的童年。还记得小时候每天都时刻蹲守在电视机前，有广告都不舍得换台的日子吗？实在是太快乐了。而如今迪迦奥特曼全网封禁，这也许对于一部分家长来说是可喜可贺的，但是对于我来说，你们就是摧残了孩子的童年。所以今天我选择临时做这期视频，不是非要争论迪迦奥特曼下架是对是错，因为网络上吵的已经足够多了。既然已经下架，那我不想因为更多无谓的争吵上升到未来全网彻底没有了迪迦的身影。就像是上半年某科幻脑洞系列的作品，因为家长们的共同抵制，现在已经全面封杀。我也是因为它而难过了许久，不想看到更多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多做一步是一步。希望这部视频可以带大家一起回忆一下我心目当中的迪迦，以及那些年我们追过的光。迪迦奥特曼打怪兽的场面，相信大家也看过不少了，那在这里我也不多赘述。如果要来介绍迪迦的外形，那要怎么描述呢？其实在电视当中的数据还是比较少的，我收集了一下数据，得到了一些详细的信息。迪迦奥特曼出道的时间为1996年，身高为53米，最大化可以达到120米，体重为44000吨，最大化为10万吨，活动时限为3分钟，但不包括闪耀形态。按照复合型、力量型、空中型来划分，飞行速度分别为5、3、7马赫，跳跃力为800米、500米和1000米。还有一些身体上的特征，迪迦额头上的水晶是聚集了改变形态所需要的能力，它也是被用来操作光能的各种技术。而关于迪迦的眼睛，通常是乳白色的发光体，它还拥有强大的夜视能力，即使是在黑暗当中，它也能像白天一样看得一清二楚。然而随着胸前的计时器慢慢停止，这表示着迪迦的力量正在枯竭，计时器也会从蓝色变为红色，一闪一闪的，迪迦眼睛的光芒也会逐渐消失。迪迦是第一个拥有3种形态的奥特曼，这也是他很火的原因。但是在电视剧里面并没有阐述为啥他拥有3种形态，直到剧场版最终圣战的出现，让我们知道其实在3000万年前，迪迦就是以光的形式从遥远的某个星云来到地球的超远古光之巨人之一。他和他的种族发现了黑暗的力量，从而获得了巨大的能量。而迪迦被3个黑暗巨人力量所左右着，很快他就成为了最强的黑暗巨人。然而这些黑暗巨人之间很快就发生了内战，曾经守护的古老文明成为了他们的战场和墓地。此时地球警卫队的领导者劝说迪迦弃暗投明，于是迪迦打倒了黑暗巨人们，吸收了他们的力量，成功拥有了3种形态。其实从迪迦这个名字就可以看出， Tiga 是数字3的马来西亚语言，指的就是迪迦有3种改变类型的能力。比起之前的作品，迪迦奥特曼的出现可以说是让奥特曼进入了开挂时代。迪迦可以在3种形态之间自由转换，以及应对各种的作战场合。转换所需要的时间仅需要 0.5 秒。复合型迪迦的身体为红紫白3色，拥有平衡的力量和速度。空中型为蓝紫色的身体线条，变身后动作更加敏捷，擅长空战。力量型的迪迦的身体为红色，并且比其他2种形态更强壮，更擅长于近身肉搏。因此迪迦是一名能力平衡的战士。当然了，在得到光之力强化后，迪迦还会展现出全身发光的闪耀型。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是他的第4种形态。那么在这里感叹一下，迪迦奥特曼最终圣战是我心目当中排名第1的奥特曼电影，没有之一。而关于迪迦奥特曼的人间体其实是有4个，他们分别是大古、小异、阿姆一还有优斗。其中小异是大古的儿子，和阿姆一一起出现在外传远古复苏的巨人当中，而优斗出现在艾斯克奥特曼剧场版中变身成为迪迦，当时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母亲。不过为何他能够变身就比较迷了。那大家最熟悉的肯定就是大古了吧，他天真善良，为人热情，虽然不是最强壮的那一个，但是大古拥有强大的信念和勇气。起初大古只是运输部的一名工作人员，后来他被招募到了胜利队。原来大古身上流淌着超古代文明的祖先基因，可以和迪迦奥特曼的10项结合变成光，让迪迦苏醒。于是大古勇敢地接受了自己的命运，决定以迪迦奥特曼的身份保护人类和世界，为子孙后代创造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大古向未婚妻丽娜坦白了自己迪迦奥特曼的真实身份，还在他面前变了身。然而被加坦杰厄击败的迪迦似乎失去了所有的希望，胜利队也没能让他复活，大古的勇气也未能使他苏醒。眼看生的希望要破灭了，但是地球上无数人的光唤醒了迪迦，也唤醒了被困在雕像当中的大古。最终全身发光的迪迦凭借巨大的力量打败了加坦杰厄，
在结尾处，大古还告诉丽娜，他相信每个人也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变成了光。我记得小时候看到这里真的很感动，恨不得自己也能变成光，助他一臂之力。整个都被奥特曼的善良勇敢、永不言弃的精神给打动了。后来再重温这一段，想想丽娜应该早就有数了，她肯定很心疼大古一个人默默地承受了这么多，自己也想变成光，和大古一起守护地球吧。其实最先发现大古是迪迦奥特曼的，应该是巨监会队长。多次奥特曼出现的时候，他都没有看见大古的身影，尤其是在真假迪迦这一集，大古被困在山洞当中，巨监会想让他一起离开，但大古坚持留了下来，表示自己还有重要的事情没做。队长走之后，大古设法拿到神光棒，直接选择在山洞里面变了身。而在巨监会走出山洞之后，里面明明只有大古一个人，此时的队长应该已经坐实大古就是迪迦奥特曼的猜想。小时候的想法总是这么的幼稚，想和大古一样成为默默付出的英雄，去拯救全世界。当然了，也有丽娜这么漂亮的未婚妻，应该也不止我一个人有这样的想法吧。虽然长大后我觉得巨监会队长更加好看，那么小伙伴们可以在弹幕里评论一下，谁是迪迦奥特曼里面的女神。奥特曼有那么多，为何迪迦奥特曼的人气如此之高呢？其实小时候的我们只是单纯觉得迪迦奥特曼很厉害很酷，但是仔细想来，迪迦与以往奥特曼有很大的不同，可以说有了一个全新的改变。因为人性的光辉高于一切，所以迪迦不仅仅是一个英雄角色，也体现了人类的友情、爱情、亲情，同样拥有了至高无上的力量，甚至可以救赎人类自身。除此之外，还记得大古的那句经典台词吗？海洋是我们大家的，无论怎么样，我们都不能使大海受到污染。这部出自于1996年的作品，难道已经预示了今年的核废水排海计划？真替岛国人脸疼啊！所以在我看来，迪迦奥特曼不只是一部少儿动画，大古拥有人类与奥特曼的双重身份，他的价值观也值得让所有成年人开始思考人性与神性。确实，迪迦在守护地球的同时，人性之光也在守护着他。因为人类最伟大的感情是世界上最耀眼的光芒，这样的寓意不只是孩子，成年人也同样适合观看。时过境迁，迪迦被下架，这真的让我意想不到，所以第一时间我也是发了动态。没想到曾经的光现在已经变成了余晖，各大平台搜索栏当中依稀还能看到几个关于迪迦剧情的正经解说，真的生怕没有了，自己做一个还能有个念想。上一次看到奥特曼的新闻，还是一个11岁男孩戴着奥特曼的面具帮奶奶卖樱桃挣钱，并不是他有多痴迷于奥特曼，而是因为男孩小时候经历了严重的烧伤，脸上有伤疤，怕吓到顾客，所以他戴上了这个面具。奶奶腿脚不便，懂事的男孩每天早上5点多就要去摘樱桃，然后再赶去上学，放了学就一边写作业一边卖樱桃。看完了这个新闻，除了感动还是感动，他不就是奶奶最想要的奥特曼英雄吗？我记得从我幼儿园开始就看奥特曼了，小时候的想法真的是天真可笑，喜欢学奥特曼变身，傻里傻气。但是这就是独一无二的童年，梦想着成为光的童年。孩子的成长是不该被污染，但梦想的翅膀也不该被折断。让孩子有点英雄主义吧，这也是在启蒙孩子的正义感。如果硬要说涉及到暴力情节，那咱就退一步，起码分个年龄等级。不要忘了，成年人也爱看的。细数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早恋、偶像、电影、小说都曾经被扣上害人精的帽子，都是因为你怎么了，所以成绩不好。但道理都懂，不是说看了什么东西就会毁了一个孩子，不能用极少数却否定了全部。归根到底是正确的教育和引导。如果只是觉得懒得管，一刀切算了呗，恐怕也不是什么最优的方案吧。一部有教育意义的动画片，并不是用浅显的道理来表达真善美，而是让孩子从思考当中明白这一切。不直面黑暗，哪能迎接光明？看不见恶，又怎么会向善呢？作为从小看奥特曼长大的人，我和大家的感觉一样，只有吃惊和无奈。迪迦奥特曼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有多少人因此误入歧途了？可惜了，这就是我们回不去的梦想与童年。大姑，我感到正失去一些美好的东西，善良、温柔、体贴，这些属于我们人类美好的本质，好像正慢慢的淡化。还记得这句台词吗？小时候可能没有看懂，现在看了又有了新的感悟。人类是弱小的，同样也是强大的。当你敢面对困难的那一刻，其实已经主宰了自己的命运。视频的结尾在问你，还相信光吗？其实我们难忘的从来都不是什么动画片，而是那段闪闪发光的童年时光。希望大家还是要相信光，因为只要你相信，它依然会保留在你的内心。感谢童年有奥特曼的出现，为我封存了人生当中最美好的童年回忆。忙忙碌碌的生活，哪怕只有这一点温存，也能成为我继续走下去的动力。
最后，祝愿大家永远都能保持一颗童心，无论如何都要成为自己的英雄，活成自己的光。那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以后迪迦奥特曼这几个字还能不能出现在搜索框中，这个视频能够存活多久也是个未知数，所以能够看到都是缘分，以后应该不会再做了。如果大家觉得这个视频做得好的话，也别忘了点赞3连支持一下。那么我是正正，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